大家好，我们知道，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西方发起了对俄罗斯的制裁，德国企业不得不撤出俄罗斯，比如德国汽车生产商甚至不得不抛售在俄罗斯的工厂，撤出该国。近日，德国媒体报道，中国一些汽车生产商趁虚而入，利用之前德国大众和奔驰在俄罗斯的工厂生产自己的汽车。我们来看看怎么回事。在俄罗斯生产汽车，中国是否在昔日大众和奔驰的工厂里生产自己的汽车？普京袭击乌克兰后，汽车制造商大众和梅赛德斯撤出了俄罗斯。现在，来自中国的竞争对手将使用这些昔日的工厂。配图说明，据内部人士透露，位于俄罗斯卡卢加的前大众汽车工厂现在将给中国汽车制造商奇瑞使用。这是2017年时的照片。据5位内部人士透露，中国汽车制造商奇瑞正在利用西方竞争对手在俄罗斯的前工厂制造汽车。在俄罗斯袭击乌克兰之前，他们是大众、奔驰和日产运营的工厂。其中 Tiggo SUV 和奇瑞品牌 Exeed 汽车从这里下线。鉴于中国市场疲软，这家中国最大的出口商可能希望扩大其在俄罗斯的业务，并从未曾充分利用的产能中获益。乌克兰战争以来，中国在俄罗斯的影响力与日俱增。奇瑞解释说，他将向俄罗斯市场供应汽车。奇瑞没有计划建造自己的工厂或收购工厂。该公司没有回答有关在3个前西方工厂组装汽车的问题。这是个配图说明。各国首脑7月在哈萨克斯坦举行会议，以加强与西方的抗衡，带头的是俄罗斯和中国。西方汽车制造商撤出俄罗斯后，中国制造商占据了俄罗斯市场1半以上的份额。他们现在还在扩大生产，这表明自战争开始以来，中国对俄罗斯经济的影响力不断增强。俄罗斯政府最近征收进口关税，以鼓励外国汽车制造商在俄罗斯生产汽车。据说，汽车制造商奇瑞已获准在俄罗斯生产汽车。根据路透社获得的2月至8月的材料，奇瑞已获准在俄罗斯生产部分车型。汽车经销商 ASC 负责奇瑞汽车业务的波戈诺夫表示，位于俄罗斯南部卡卢加的前大众汽车工厂将用于生产 Tiggo 等车型。当前，这些车辆的销售正在大幅飙升。他说，销售增长已经超过100%。一位业内人士表示，在圣彼得堡的前日产工厂 Tiggo 以 Excite、X-Cross 品牌进行生产。朋友们，这条是2023年的延伸报道，大意是，自俄罗斯进攻乌克兰以来，普京和习近平之间的盟友关系更加紧密，这2个邻国之间的贸易不断增长，中国在俄罗斯的影响力也随之扩大。9月底 Excite 品牌被评为最佳新品牌。据内部人士透露，早在2022年年底，中国制造商江淮汽车就曾以俄罗斯品牌的名义推出过一款中国汽车，当时的前苏联品牌莫斯科维奇又重新焕发了生机。俄罗斯部委无可奉告。路透社提到的一位内部人士说，奇瑞和俄罗斯政府都希望尽量少让外界知道中国企业在俄罗斯生产汽车。朋友们，这条是2024年4月的延伸报道，大意是，习近平和普京是互惠互利的伙伴。自西方对俄罗斯实施制裁以来，北京一直在提供有助于俄罗斯军事的物资。奇瑞发言人在法兰克福解释说，俄罗斯业务与欧洲扩张计划无关，俄罗斯相关部委没有回应置评请求。梅赛德斯奔驰说，责任在当地投资者阿夫托多。德国电视2台询问梅赛德斯奔驰，对方解释说，已将其俄罗斯子公司的股份出售给了当地投资者阿夫托多，从而退出了俄罗斯市场。自2023年4月交易完成以来，其业务一直由阿夫托多负责。大众汽车还告诉德国电视2台，位于卡卢加的大众工厂已经以 1.25 亿欧元的价格出售给了俄罗斯销售伙伴阿维隆。现在谁在那里生产不得而知。不过大众汽车公司认为，
中国竞争对手显然正在使用卡卢加的工厂。欧盟对来自中国的电动汽车征收惩罚性关税。就在上周，欧盟成员国为即将于10月底生效的对中国电动汽车征收惩罚性关税扫清了障碍，但与此同时，他们对通过谈判解决问题持开放态度。这条是延伸报道，大意是10月初，欧盟决定对从中国进口的电动汽车征收惩罚性关税，德国一直赞成通过谈判解决问题。欧盟委员会指责中国通过大量国家补贴压低汽车价格，从而扭曲了市场。为了规避关税，包括奇瑞在内的一些中国制造商正计划在欧洲建立生产基地。好，朋友们，我们来看看网友们的评论吧。第一条评论：然后将在俄罗斯制造的汽车通过中国运往欧盟。下一条评论：我才不会感到惊讶呢。我们再往下看，大众汽车并没有消失，只是由别人生产而已。德国知识补充，这位网友说这句话其实是讽刺德国经济部长绿党籍的哈贝克。当时针对德国企业破产，他说了一句很经典的话：企业没有破产，他们只是停止了生产。我们继续往下看吧。如果德国制造商通过后门或中国公司合资企业在俄罗斯生产，我也不会感到惊讶。下一条评论：工厂并不老旧，而是相对较新。让我们继续往下。制裁起作用了。我们看该漫画，美国及欧洲的制裁压垮了欧洲自己。我们看下一条评论：现在中国当然在那里制造汽车，如果你放弃市场，你就会失去市场。难道我们的著名经济学家们没有料到愚蠢制裁的后果将是灾难性的，包括对全球汽车销售的影响？如果迫于美国压力，不能交付合同规定的零部件和软件，那么作为中国人或沙特人，我首先就不会购买奔驰汽车，这样我就没有问题了。好，我们继续往下。生气没有什么意义。如果你想变得更好，就必须造出更好的汽车。下条评论：谁会感到惊讶？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错的。我们从最愚蠢的政客中选出了最愚蠢的政府，伴随着最愚蠢的媒体。这一切都太不值得了，太可悲了。德国不应该遭受这样的报应。好，继续往下。为什么不呢？德国政府忙于制裁，我们自己很快就会成为发展中国家。然后，当我们连药品和能源这些最平常的东西都缺乏时，我们才感到意外。下一条评论：为什么要让现有的基础设施年久失修？这在欧洲已经司空见惯。俄罗斯在合理使用它们，欧盟的经济在下滑，俄罗斯的经济却在上升。我们的负责人没有意识到他们的方向是错误的。好，看下条评论：俄罗斯是中国的傀儡。下条评论啊，大众汽车隐身而退，工厂已出售。我们继续往下，很有画面感，你可以清楚地看到德国的愚蠢。我们继续往下，德国经济已被摧毁数十年，与此同时，欧洲其他国家仍在经历经济上升期。哈贝克先生为什么还在位呢？下一条评论：这个主意太棒了。我们继续往下看，没人在乎制裁，如果有必要，他们会被运往中国，在那里贴上标签，然后再加收附加费运往欧盟。只有德国这里的人才会愚蠢到相信制裁俄罗斯是全球联合行动。下一条评论：中国制造已经占据了我们的市场，如果它不是垃圾货，我也不会在意。不幸的是，你简直可以看到欧盟产品的衰败。如果你能使用一次而不坏，那产品就已经很好了。我们继续往下。哈哈哈，自找的。好，我们看照片上引用了普京的话：德国根本不用担心我会攻击及摧毁那个国家，
你们的政府做得比我更彻底，而且更快。下条评论：为乌克兰前线提供中国车辆，这将使制裁的利益最大化。下条评论：那么现在问题在哪里呢？继续往下。没有卵蛋的汽车经理们允许德国政府对他们实施恐怖法规，还得遵守不人道的欧盟规则，这都是他们自己的错，他们都可以滚蛋。中国做的完全正确。下一条评论：超级环保，所以一切都很好。我们看下条评论吧。看到了吧？没有德国人也很好。好，我们继续往下看。难道应该让工厂烂成废墟吗？下条评论：俄罗斯人也要像中国人一样拿着极低的工资工作吗？我们继续往下。制裁真是个好主意。下条评论：真没想到啊，从道德上讲，德国人是大赢家，但这能当饭吃吗？看下条评论：对俄罗斯的制裁将以巨大的成功载入史册。下一条评论：我很惊讶，中国人肯定有更好的技术。继续往下。制裁起作用了，尤其是在欧盟。下条评论：如果我们德国人都这么愚蠢，那我们就不配拥有其他方式的报应。下条评论：中国人数十年来一直在窃取和复制我们的技术，这不是没有道理的。只有德国的企业、政治人物和有学识的人才会这么蠢，他们不会使用现有的基础设施，而是要建造新的。好，我们看下条评论。有道理，制裁显然是为了伤害德国，普京笑了，其他人也笑了。下条评论：俄罗斯人是务实的，当别人可以使用工厂时，为什么要让他们空着呢？我们的制裁只是害了我们自己，我们真没有理由感到愤怒。继续往下看。制裁奏效，全世界都在嘲笑德国。下条评论：你根本无法想象我们的精英们有多愚蠢。好，继续往下看。中国人当然这么做了，这几乎是一个愚蠢至极的问题。几十年来，大众汽车一直在向上汽集团旗下的中国合资企业的合作伙伴转让技术和诀窍。那么谁更适合管理大众在俄罗斯的工厂呢？下条评论：闻所未闻，真的是闻所未闻呢。下条评论：你们这些瞌睡虫，真是好消息！别忘了告诉你们那些愚昧无知的听众和观众，中国是梅赛德斯最大的单一股东，拥有近10%的股份。你们这些白痴！好，我们继续往下。也许比亚迪电动汽车很快就会在布鲁塞尔的仍属奥迪公司的工厂下线，奥迪公司不想要这家工厂了。下条评论：你们能有多天真啊？欧洲对中国汽车征收关税，那么他们在俄罗斯、南美和亚洲销售，许多中国汽车制造商从未计划在欧洲销售汽车。欧洲政客及其媒体究竟是傲慢还是愚蠢？我们看最后一条评论。我们看这种漫画，他把美欧对俄罗斯的制裁表现得惟妙惟肖。好的，各位，就那么多了。看来啊，德语区读者只能无能狂怒啊，可是又有什么用呢？